俄罗斯的匕首到底算不算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从速度上，它肯定是算了。但是，当我们从高超音速导弹这6个字引发的对于一款极其先进的武器的期待来看呢，要真算上它的话，就有点牵强了。因为本质上，匕首它就是一枚空射的弹道导弹而已，而弹道导弹从来都是高超音速的呀。就连现代导弹和火箭的鼻祖 V2，照这个概念来讲，也能被称之为高超音速导弹。可是，谁会认为它是高超音速导弹呢？所以，究竟什么才能算是高超音速导弹，而匕首又到底算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各国之间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2点：速度和机动性。美国的导弹防御拥护联盟说，高超音速导弹是指那些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机动的武器。俄罗斯的国际事务委员会说，高超音速导弹是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大气层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机动的武器。仔细对比，好像定义里面少了整个飞行过程这个约束条件，所以看起来是要松一些的。而这个呢，也正是为什么能够把匕首归为此类武器的关键了。这个咱们稍后再说。从速度和机动性这2点出发，现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通常所指的就是2类导弹系统了，一个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另外一个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前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像一枚弹道导弹一样被火箭推进到极高的速度，直至冲出大气层。但接下来的操作它就跟弹道导弹不一样它不会像弹道导弹那样在大气层外划出一条容易预测的抛物线，而是会在发射后不久呢便重新进入大气层，依靠其深立体的外形，在不使用发动机的情况下灵活地飞跃数千公里，直到抵达目标头顶。我们的东风17是这样，俄罗斯的先锋也是这样，而美国也有2款这样的武器呢正在开发。那另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呢，它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这个家伙在飞行全程都是有动力的，所以就拥有了不可比拟的超强机动性，以及不用再飞那么高靠势能换动能了，也就更难被探测和拦截了。但是在如此高的速度下飞行如此远的距离，它需要装备一台我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的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而正是它几乎就拦住了所有人的脚步。怎么回事呢？因为普通的以吸入空气来燃烧的发动机呢，都是工作在高超音速以下，甚至是超音速以下的。他们一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二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速气流了。SR-7上面的 J58 是一台复杂的可变循环发动机，在高速之下呢，不过也就是3马赫可以开启冲压模式，让迎头冲进进气道里面的超音速气流呢替代压缩机的角色，在被进气道减速变为亚音速气流的同时获得了高压，可以在燃烧室里面充分燃烧，再以比进气时更快的速度从尾巴喷出去，提供推力。但你再来看装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上的发动机呢，它的进气速度会是更快的高超音速了，当然也是可以不要压缩机自己就能压缩自己了。但要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压缩到亚音速，好燃烧，但是燃烧完喷出去的也就是个超音速而已，这一前一后反而损失了速度，顶多平进平出吧，怎么提供推力呢？好，那就别压缩到亚音速，就让气流保持在超音速的状态进入到燃烧室，好歹嘛，燃完之后还能以更高的高超音速喷出来。但是火苗它就不给面子了，在超音速气流的冲击下，它很难稳定的燃烧。美国的 X-51A 在空中好不容易才达到了稳定燃烧200秒的成绩，而我们呢，也只是在地面上把它坚持到了600秒而已。看起来试验都还在早期，就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部署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了。那匕首又算什么呢？它顶多算作一类叫做制导弹道导弹的，勉强可以叫做高超音速导弹的类型了。它绝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跟弹道导弹一致，只是在最后阶段靠鳍片做出一点机动的动作，把自己带到目标的头顶嘛。匕首虽然在2017年才投入使用，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武器，而是陆基发射的，早在苏联时期的1988年就开始开发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的空射改进版而已。的确在米格3E的帮助下，它是可以把自己加速到高超音速，也的确可以在整个飞行阶段实施机动，但总感觉有点像是靠蛮力来完成的，跟我心目当中的高超音速导弹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好了，你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现代战斗机是飞得更快了，还是飞得更慢了？
答案不该很明显吗？随着发动机越来越强大，它们应该越飞越快啊。但事实却是啊，它们不仅没有飞得更快，很多时候呢，反而还要飞得更慢了。比如越战时期的 F4鬼怪，最高速度可以飞到2.2马赫，而到了21世纪的 F35闪电20呢，最高速度却降到了马赫1.6，足足比前者慢了735公里，中间几乎差了一架波音747啊。这种情况呢，不光发生在美国的战斗机上，我们的歼 82M 最高可以飞到2.4马赫。可到了歼20，不也降到只有2马赫了吗？实际上啊，这里有张表格，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战斗机的平均最高速度是怎么从4代机开始一路快速下滑到5代机的。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盘一盘。飞机最早被用作军用呢，可以追溯到一战，他们一开始啊，只是被用来当做侦察和观测的工具，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战斗也是可以延续到空中的嘛，只要我带上手枪，揣上手榴弹，绕到敌机的边上，就可以对它进行攻击了。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看谁飞得快嘛。飞得快的那一架总是可以追上飞得慢的那一架，搞完破坏之后还能快速离场，留下对手在那儿干瞪眼，你说气不气人吧？于是把飞机变快就成了当时最重要的战斗经验了。一战期间，战斗机的平均最高时速呢被提高了78公里。到了二战，这条经验似乎还没有过时，谁飞得更快，谁就能够更快地拦截对方的轰炸机；谁飞得更快啊，就能够更好地躲避地面高射炮的轰击；谁飞得更快，就可以嚣张到连对方的战斗机也不放在眼里面了。比如英国的文式轰炸机，它就根本不具备任何自卫的能力，连一杆枪都没有装。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快了，快到了对所有的德国战斗机都是免疫的，干嘛还要浪费宝贵的枪支弹药呢？好了，既然天下功夫唯快不破这条经验已经得到了2次大战的背书，那它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优势。说的就是战斗机的喷气时代和带加力燃烧的超音速时代了。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苏联呢，都相继开发出了自己的标速神器，比如 F100和 F104、超级幻蜜和幻影3、闪电以及米格19、米格21等等，每一个都能在开了加力之后呢，轻松飞过音速。尤其是到了米格25，直接用自己2.8马赫的极速吓得美国人加紧了开发新一代战机的脚步。但标高速到了这个阶段，还真的有那么好用吗？这样的问题啊，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呢，是肯定不会问出来的，只有在事后稍微冷静一下，才会想起来去琢磨琢磨。60年代末期，当美国空军已经积累了数年在越南上空空战的飞行数据之后，他们决定拿出来分析分析。而就是这个分析啊，几乎跌掉了所有人的眼镜，因为在超过10万架次的作战中，所有飞机加起来飞过马赫数为1.4的时间呢，仅仅只有几分钟，而到了1.6马赫就只有几秒钟了。再统计到1.8呢，0，没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到过1.8马赫的速度，哪怕这些参战的飞机都拥有飞出2马赫的能力，这是不是太反直觉了啊？给了你必杀你不用，非要跟别人在这儿慢慢耗，为什么呢？空军一开始也是很纳闷的，直到他们做了一项研究，才揭示出背后的真相。原来啊，它主要跟2个因素相关，第一个是转弯率，转弯率越高呢，就意味着机动性越好，越能够抢占有利位置和角度，从而首先向对方开火。而不幸的是啊，转弯率它和速度是息息相关的啊，这点但凡你骑过自行车或者开过车都能够理解。在这儿呢，能获得最佳转弯率的马赫数是0.7左右。于是不管飞行员一开始把速度飙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在进入战斗时，他都会倾向于把速度控制到亚音速的。当然，他们一开始真的就会用超音速尽快的飙到战场吗？实际上也不会，这就是第2个因素了。作战半径，一旦飞机开始打开加力燃烧进入超音速，其消耗的燃料也就开始狂飙了起来，也许比飞机本身的速度呢还要飙得厉害，由此带来的是不可接受的作战半径缩短了。说多短呢？拿 F4鬼怪举例啊，仅仅只是把速度从亚音速提高到1.5马赫，就会让它损失70%的作战半径，这个谁能够接受啊？所以啊，标高速到了此时呢，已经变得只是一个漂亮的指标了。不太准确啊，应该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这些飞行员是真不知道，工程师为了给他们更快的速度，都经历了哪些惊人的挑战。因为整个机身的设计就是围绕着以他想要达到的速度来进行的。当飞机需要飞过2马赫时，它的进气口会要复杂很多，这样才能将超音速的气流减速到亚音速，避免对发动机造成伤害。
它的结构和材料需要向更耐热的方向倾斜，它的机翼需要向后掠得更加厉害，它的发动机需要换上更加重型但是却相对低效的低庞通发动机等等等等。这些不仅仅增加了飞机的重量、复杂程度和可维护性，更致命的是，这些特点在速度降到亚音速时呢，都会变成缺点，影响到飞机的作战能力。而如果亚音速恰好正是它作战最多的阶段，不就是在帮倒忙了吗？于是反思之后，4代机开始降速了，到了5代机，降速更加明显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往飞得快嘛，你躲掉的是炮弹，而如今还只是跑得快呢，能躲掉快你几倍的导弹吗？美国的 AM120能够飞出4马赫，俄罗斯的 S300更是能飞出7马赫，谁能闪得掉？不如把自己隐藏起来吧，让雷达从一开始呢就根本看不到，所以多出来的速度就让位给了隐身性能，所以21世纪的战斗机呢才飞不过他们50多年前的爷爷辈了。最后还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发动机的确是越换越厉害啦。要是厉害没有贡献在速度上，那贡献在了哪儿呢？贡献在了加速性上。几乎所有的4代机和5代机呢，推重比都大于1，意味着它们不仅能够水平着飞起来，垂直加起速来也是毫不含糊的。所以21世纪的战斗机还是要比他们50多年前的爷爷辈呢飞起来强太多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如果太空电梯建好了，你最怕啥？我最怕它发生意外坠落了，或者一飞冲天再也回不来了。因为我以前也是讲过的哪怕普通电梯坠落靠跳一跳保命都是个伪命题，更何况还是个太空电梯呢？好在咱们现在电梯的动力方式呢，那是相当安全更有一些直接就从源头上斩断了下坠或者是冲顶的风险，所以刚才那个担心还真的是杞人忧天了。不过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咱们再来延伸一下，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电梯驱动方式，它可以直接移植到太空电梯上去吗？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十分有趣。先来说说液压驱动式的，它依靠的是液体难以压缩的特点，将作用力给传递出去，并通过改变压强来增强力量，可以说是肌肉型的选手了。看看工地上的挖掘机就知道液压驱动有多能扛了。所以装上它的太空电梯嘛，一定能干重活，这是优点可是另一面呢，是掩盖不了的缺点了。一个是液压油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路上升一路温度都在变化，难不成要跟着一路去换油吗？不现实嘛。二是它漏油的风险也不小密封圈这样的零件还特别容易老化，换油保养一次都是天文数字。虽然我确实是要上天的，但是这个后期维护的性价比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还是把它留给地面上那些需要超重载的电梯用比较合适那就再来说说螺杆驱动的简单讲呢，它就是通过把一个巨大的螺丝装在电梯的底下，随着螺丝的旋转顶着电梯上升和下降的，所以说在国标限制内非常安全。不过从地球到太空的距离，螺杆的长度要108000里，先不说造不造得出来这么长的螺杆，它会不会变形，就说这么长的距离，螺母的旋转估计还等不到升到太空，它就全磨没了。再看国标上有注明的它的提升速度呢不能大于0.15米每秒，谁能够帮我算算这得要花我多少时间才能够问鼎苍穹另外它连个轿厢都没有，我难道就得这么一路喝着西北风上去吗？不是个好主意我看还是把它留给带复式结构的跃层住宅里面用比较好吧。剩下还有2种方式那都是钢丝层牵引的了区别只在一个是装着配重的对重式，另外一个是不加配重的强制式它俩有什么区别呢？先看有配重的它为什么要加配重呢？很简单因为这样它就可以只用主机驱动轮来产生摩擦力，便能够打破配重块与轿厢之间的重量差了，既解决了速度效率问题，也省下了能源。所以你看楼层越高呢，采用它的就越多考虑到太空电梯更高，岂不用它就很合适了等等还是要加上不过的，它有个天然的风险，那就是惯性了。当液引轮和钢丝层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时，就会产生惯性，而惯性带来了冲顶和蹲底的风险，所以就必须要给它留出足够的顶部和底部空间来放置缓冲装置。上头还好是无垠的宇宙，但下头呢，得要决定多少尺才能够为终端速度达到200公里的轿厢做好缓冲呢？这个工程量放到高层建筑里面还算可以，这儿嘛就有点大了。所以最后那强制驱动是如何呢？
由于它的上下都是主机直接通过牵引绳作用在胶箱上完成的，所以安全性上是没得说的啊。只要牵引绳的强度够高，不会被拉断的话，它是不可能发生冲顶和蹲底的风险的，所以就不用给它挖基坑留天顶。在结构和安装上呢，简单很多了，故障点也更少了。只是国标告诉我们，载人时主机上的牵引绳呢只能绕一圈，而且这种钢丝绳的直径呢还必须要超过8毫米，所以这高达数百公里的电梯得要配上个多大的主机才行啊！看起来太空电梯呢依然是享不了这个现成的福啊！倒是别墅可以在旁边偷着乐了啊！它楼层不高，没有牵引绳太长的烦恼，也不用为了安全保险挖基坑挑房顶大搞基建，因为强制牵引就是它的保险嘛。同时还跟复杂的结构与臃肿的零件说了拜拜，怎么看怎么都是别墅电梯的更优解嘛。说了这么多，别墅高层、复式车库，我都为他们找到了电梯，可这太空电梯的问题还是个问题啊。所以你们有更好的想法吗？骑上一枚火箭，跟着它一起冲出大气层，再一路伴随它回到地面，应该会很爽吧？但前提是你要么得是奥特曼，要么得是孙大圣。可惜这两者你都不是，怎么办呢？至少还有猎鹰9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拟启程的机会。自从 SpaceX 开始回收火箭起呢，它就一直在致力于向我们展示火箭从发射到回收的完整过程。如果你曾经看过的话，相信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这种身临其境在早期的时候呢，是经常掉链子的。尤其是到了真正该高潮的时候，当海上回收平台开始在猎鹰9号的反推发动机的冲击下震动起来，火焰进入画面，我们期待着火箭马上就要站稳在摄像机前面时，彩条出现了，画面凝固了，信号不合时宜的丢失了。像不像是电视剧放到2个大 boss 刚刚要放出大招，就直接黑屏出字幕，30分钟以后，当屏幕再次亮起时呢，胜负已定。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嘛，大家自己猜去好了。反正我的预算是省下来了。SpaceX 看起来也是这样的。当信号再次接通时，我们已经看到猎鹰9号站在甲板上了。最关键的那部分呢？不好意思啊，信号可以暂停，它可不能暂停啊，已经完成了。所以 SpaceX 也是为了省预算吗？当然不是。如果它真要省，那干脆从一开始就不直播算了。既然要直播，就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画面吗？更何况还是触地瞬间那么重要的画面呢？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工程难题，而 SpaceX 解决它的过程也并不容易啊。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啊。当猎鹰9号起飞，一路向东飞越大西洋时，它会先将遥测数据和视频信号发送回它的起飞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地面接收站。直到越飞越远，信号质量也越来越差时呢，便切换到了离它更近的海上无人平台上。此时它俩之间的信号传输靠的是穿透力较强的 S 波段无线电来完成的。相比起其他无线电波段 ，S 波段更不容易受到天气和云层的影响，所以被广泛应用在卫星、气象雷达和飞机通信这种需要穿透较厚大气的环境里。但是它也不是万能船啊，当正常的大气被电离变成一堵厚厚的等离子体墙时，它就开始犯难了。而这种情况正是在快速落回到海上平台的猎鹰9号需要直面的。当将载荷冲出大气层，自己掉头返航时，猎鹰9号的速度呢将远远大于音速，大约是6500公里每小时。于是随着周围空气的密度越来越高，它与之摩擦的程度就越来越剧烈，这些空气分子被加热的程度呢也越加剧烈了，直到变成一层包裹在火箭底部的炙热的等离子体。这些等离子体会倾向于吸收而不是放过在它们之间穿行的无线电波了。于是猎鹰9号与海上平台之间的通信就要么满是马赛克，要么就完全断开了。这怎么行啊？一是视频直播连接近平台都撑不到了，等于就是完全失去意义了嘛。二是更严重的海上平台需要随时掌握火箭的方位、高度、速度等信息，才能够把自己稳在那儿等待火箭降落。信号都断了，你说2个瞎子碰在一起的概率能有多少呢？而且碰撞的那一瞬间，相对速度还要得为0才行。所以 SpaceX 光是在解决这一个问题上呢，就下了不少的功夫。他们在猎鹰9号上装着2个 S 波段无线电发射器，然后就不断的测试到底要放在哪儿才能更好的穿透等离子体的屏蔽啊。装在尾巴上，肯定不成嘛，因为那儿的墙是最厚的，完全就没有机会穿透啊。
装在头顶上呢，理论上行，因为这儿的墙最薄嘛，但是角度似乎就不是太好了。所以这个过程啊，一定是测试、复盘、修正，再测试、再复盘、再修正的一个反复很多次的过程了，直到找到一个最优解 ，SpaceX 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会中断的火箭载入过程。好了，但问题就这么全部解决了吗？事实上，火箭和海上平台之间的通信正常了，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海上平台同远在美国大陆另一端的加州霍桑市的信号传输，因为那里才是视频真正被直播出去的地方，两者之间的距离长达5000公里，看来只能靠卫星了。SpaceX 呢，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之前，它使用一个定向天线将信号从海上平台发射到卫星，这既要求强大的功率，也要求准确的瞄准。毕竟，卫星这个目标丝毫也谈不上大嘛。于是问题就来了。当猎鹰9号逐渐接近海面，需要在最后关头减速停下时，它将再次打开至少一台强大的梅林引擎，从而造成巨大的震动。你说这个震动能不被传到海上平台吗？而平台这一震动，卫星天线也就震动起来了，原本瞄准卫星的信号就打偏了，于是信号中断，彩条出现，人们的欢呼变成抱怨，非要等到火箭停稳，震动消失，才能让人看个结果，这不爽嘛？所以这个硬伤 ，SpaceX 又靠什么来解决呢？幸好他们还有星链，虽然星链的初衷只在为偏远的地区提供高速连接的互联网，但事实证明它在将直播大厅与海上平台连接起来也立下了奇功啊！这主要是在于以下这2个优势。首先，星链使用的天线呢，不是传统需要摇头的碟形天线，而是没有任何移动部件的相控阵天线。相控阵的原理咱们以前讲过，它利用了电磁波相互干扰和叠加的特点，来将电波指向不同的方向，于是实现了更精准的指向和更优良的抗震，同卫星之间的连接就变得更加稳定了。其次星链卫星很多使得天线可以无缝的在多个经过两地上空的卫星之间切换。要是第一个连接不上了，它就可以马上找到下一个，以此类推，就再也不会掉链子了。我们呢也就可以一路骑着火箭从大气层边缘完美的落到海上平台上了。希望很快呢能够骑上星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1959年苏联的月神3号拍下的第一张月背照片。这是1966年美国的月球轨道飞行器1号拍下的第一张地球从月平线上升起的照片，都不是那么清楚，但我们显然能够理解，对吧？毕竟那可是在50多年前就完成的，就连距离柯达发明人类的第一台数码相机呢，都还差了好多年呢。模糊不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但是我现在要给你们看另外一张照片，应该说是同一张照片才对，就是刚刚的那张地球升起。看到了吗？它原本应该是这么清楚才对甚至放大到局部细节也毫不含糊，是不是很意外所以问题就来了，这50多年前的技术怎么就能把月球拍得如此清楚呢？答案是用胶片，而且还不是这种标准的35毫米胶片，是这种更大的，在今天会用来制作 IMAX 电影的70毫米胶片。上世纪60年代，离肯尼迪总统承诺的在10年内把人类送上月球，再将他们安全的接回来呢，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NASA 最急迫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阿波罗登月舱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地点。然而，从40万公里之遥的地面上架个望远镜去找，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嘛，只能发射卫星去凑近了找。要近到什么程度呢？要近到能看清小至1米的月面特征，并且还能够从中判断出超过7度的坡度，否则登陆器上去之后就只有栽倒的范儿了。于是 NASA 就向不同的供应商发出了提案征集，要求他们提供一个能够飞到月球轨道上进行高分辨率拍摄的产品。波音拉出来的被称为月球轨道飞行器的计划呢，最终获得了 NASA 的青睐。在该计划中 ，NASA 将会向月球轨道发射5枚探测器，它们分别是月球轨道器1、2、3、4、5，来用于绘制月球表面99%的地图，并收集其他的科学数据。而其中最关键的设备嘛，当然就是成像系统啦。一开始，他们考虑过一种基于电视摄像机的成像系统，但在60年代，电视摄像机从分辨率到体积再到重量都十分感人，吓得他们赶紧就收手了。于是他们转头将目光投向了中情局。因为中情局那会儿呢，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用于偷偷拍摄苏联地面照片的间谍卫星了。既然这颗卫星能够从地球轨道上拍出地面分辨率高达几米的照片，那稍微改进，怎么就不能从月球轨道上拍出他们想要的高清照片呢？没错，
就是它了。所以本质上啊，月球相机其实是 NASA 从 CIA 那边借过来的间谍相机而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66年向公众展示出来的月球照片不那么清楚的原因了。因为如果他真的放出了高清照片，一方面是苏联人马上就知道，哟吼，你们居然有这么厉害的相机，那肯定会偷窥我的，所以就必须要隐藏得更深，让美国人更难拍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情报了。另一方面呢，彼时还有太空竞赛嘛，而且看上去苏联还略胜一筹。要是放出高清照片，苏联人据此掌握了美国人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着陆地点信息，岂不等于是把一个宝贝拱手摆到了对手的桌上吗？左右都是要不得的嘛。好，咱们再回到相机本身啊。它的确是非常厉害，装着2枚镜头，一个是80毫米的广角，提供中分辨率；另一个呢是610毫米的长焦，提供高分辨率。同时成像在70毫米的胶片上，并通过在曝光期间移动胶片来补偿轨道器的飞行速度。于是，在距离月球表面只有数百公里的地方呢，就真的能够把小到1米的特征给拍得清清楚楚了。不过，你想到没有？它有个问题啊。这拍照一时爽，但是拍完谁来洗呢？我以前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来介绍胶卷的冲洗啊，在这儿就简单的给还不清楚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胶片在曝光之后呢，只会在上面形成一个临时的影像，叫做前影。如果你这个时候把胶卷取出来，暴露在光线之下，那前影就消失了。所以胶卷才需要这样的暗盒嘛。于是正常的流程就是啊，拍完之后胶卷还需要经历显影、定影等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冲洗过程，才能够最终成为永不褪色的这样的底片啊，拿去放大或者扫描。而月球轨道器它是一次性的呀，它是不返回的呀，它是在拍摄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就要坠回到月球表面上去的啊。那请问里面的底片怎么拿回来冲洗呢？你看日冕计划里面的间谍卫星啊，就是通过把拍完的胶片装到一个耐高温、抗辐射的小型返回舱里面去丢回到大气层，再开上飞机到天上去将它捞回来的。月球轨道器你没法这么去捞了吧？所以怎么办呢？柯达说：“我来想办法。”于是就诞生了这套一直被 CIA 保密到2001年的，称为是 BIMAT 的传输处理系统。它和相机完全整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在探测器上从拍摄、冲洗、扫描到信号传输的完整过程，等于是将一个化学实验室搬到了天上。可体积呢却只有这么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首先啊，它得避免用到液体。因为在微重力之下呢，液体根本就不会好好听话嘛，达不到效果不说，还可能会乱飘，对卫星内部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柯达发明了一种干冲法，当通过镜头已经形成前影的胶片移动到冲洗模块时，它会在一根卷筒上与带有显影与定影药剂的处理带接触在一起，快速完成冲洗动作。现在呢，它已经变成了一张底片了，在经过烘干模块之后呢，就能进行扫描了。BIMAT 系统使用的扫描仪呢，拥有极高的分辨率。它用一束直径只有5微米的光斑来穿过底片，将其中的黑白明暗信息变成每毫米达到200线的模拟信号，通过天线无损地发送回到 NASA 建在地球表面的3个深空接收站。到了这里，再用磁带记录下来。是的，非常多的磁带。月球的照片于是就这样回到了地球了。它们有多大呢？按一位工程师的说法就是啊，你可以把这些图像放大到高速广告牌那么大，而且呢不会损失任何的质量。当初 NASA 将这些图像打印出来时，因为实在太大了，所以不得不将它们悬挂在教堂里或者铺在地面上，大家只能脱了鞋趴在上面，还要拿出放大镜才能看见里面所有的细节，最终找到理想的着陆场。对了，苏联人的失败是不是就因为他们的照片分辨率没有美国人这么高啊？有可能啊，因为他们只有35毫米胶片，而且还是美国人送给他们的，是打引号的送啊，那是他们自己从美国人飞到他们头顶上的间谍气球上面给捅下来的，也是柯达的胶卷啊。不过在这儿呢，我也要感叹一下。当年的苏联技术真的十分了得啊！人家在1959年就用月神3号拍下了月背照片了，而且同样是用胶卷，同样是在卫星上冲洗、扫描和传输。你仔细对比一下，哪样不跟被 CIA 捂了快50年的技术一模一样呢？只是每一个细节都要稍微粗糙一点而已嘛。所以我怀疑啊，就这个技术，美国人是不是也是偷过去的呢？好了，你们觉得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